第28集，甄富贵向胡椒认输。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甄富贵发现松松坊生意火爆的原因之一，也在于客人每次离开时都能领取一份点心，而点心正是出自附近的邻家铺子。甄富贵对此产生兴趣，索性过去找林翠商谈合作之事，怎知林翠因他与胡椒是竞争对手，没有答应对方的条件。许清家翻看支出账本，发现从始至终都没有结钱给林翠，便觉得过意不去。事实上，胡椒自有想法，他已决定好松松坊的股份，分别要赠与老爹、兄嫂、玉娘以及林翠，如此也算是报答他们的恩情。如今松松坊逐渐走上正轨，胡椒得知甄富贵要找林翠买点心的事情，便劝他应该答应下来，不用顾及自己的感受。毕竟生意还得要做，所以林翠在胡椒的建议下，隔天去找甄富贵，在谈生意之时，顺便向他转达了胡椒的意思。永寿在门口遇到一位腰腿不好的大娘，由于客人太多的缘故，所以他让大妈进店里自行挑选服务。奈何大妈根本不识字，站了半天拿不定主意，刚准备离开时，许清家见状追了出去，这才亲自给他介绍。也正因如此，许清家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准备在客人等候排队之余，可以免费跟他读书认字。许清家的想法得到胡椒认同，可是胡廷之的书画却已然不保，转眼之间搬到了松松坊隔间。周围的街坊邻居都习惯了松松坊，越发觉得对面大富贵疗效比不上这里，所以很快又迎来一波客人。贾谊知道男客越来越少，索性利用男人本性来赚钱，当晚将所有男技师换成女人。没过多久，附近的男人们都跑去了大富贵。胡椒察觉到不对劲，于是让林翠扮成男儿一探究竟，果然发现里面的秘密。正当林翠准备离开，迎面碰见甄富贵，并且被对方识破了伪装。甄富贵承认已将男技师全都换成年轻女子，同时去除了所有肢体接触的项目，并无任何有伤风化，不过是对男子的色心稍加利用。而甄富贵笃定胡椒在生意上斗不过他，当场立下赌约，倘若胡椒能将所有客人抢去，他便关了大富贵，打道回府。胡椒通过林翠得知此事，愤愤不平地回到家里，生着闷气向许清家倾诉一通，尚且没有留意到许清家的若有所思。等到了后半夜，许清家独自跑到书房写写画画，即便是在半天，也会借着备课为由，抄写了好几个时辰。松松坊的女客们都陆续发现那本御夫术，因为内容写得通俗易懂，软硬兼施，并且是招招凶狠，深得女客的喜爱，争相购买许清家执笔的御夫术。如此一来，许清家不仅能格外多赚点钱，还可帮助娘子的生意有所转变。正是有了这本书，各家各户的娘子们都将丈夫调教得服服帖帖，以至于令大富贵的生意惨淡不已。甄富贵认赌服输，依照承诺关了馆子，同时也很敬佩胡椒的拼搏之力。在甄富贵临走之前，他专门去向胡椒夫妇告别，顺便自明身份。原来这位人傻钱多的公子哥，竟是宁王妃的亲弟弟贾继生，而他突然造访云来镇，无非是替长姐来探查胡椒与宁王之间的关系。但是经过近些时日的观察，发现胡椒和许清家的感情很好，终于可以放下心来。所以甄富贵决定将大富贵交给胡椒经营，胡椒自然不会错失良机，愿给甄富贵5成股。而在另一边，京城内的玉满楼生意火爆，规模要比上庸县更盛，玉娘依旧是吸引众人目光，惹得贵客们赞叹不绝。坐在旁边的高正有些吃味，出言训斥那2人。玉娘草草结束演奏，便带着高正回到2楼，埋怨他官位升至开封府军巡使，可气量还如此之小，